很多人说，如果苹果出一台相机，它大概率就会长这样。这个观点我很难评价，但是这台相机我真的觉得很想做个视频来讲一讲。它和别的相机都不一样，官方把它叫做 Beautiful Foolishness， 美丽蠢蠢相机。出产这个相机的厂商是适马，他们本身以做镜头闻名，所以他们做相机的方式我一直觉得是非常清奇的，出过各种各样形态的相机。但是这台相机不是为了替代他们过去的产品线，而是一个全新的种类。我觉得真的没有言过其实。它美吗？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我个人觉得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看过我个人觉得最美的一台相机。它蠢吗？我觉得其实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它价格卖12999，它没有物理快门，它就是个电子快门，它只有个 USB-C 口，没有别的什么扩展空间，更没有个舒适的握持感。你看这个边都是非常尖锐的，没有个握把。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用它来拍照，它就是一个有趣的相机。你拿着它，你就会忍不住去不断地按动你的快门，去抓住你眼前的东西。这一定程度上让我找回了摄影的乐趣。我觉得我们先从机身开始。适马 BF 我觉得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它的外观。首先是它这个380克的一体化构成的铝制机身，除了底部带有个定位的1/4螺孔，还有电池仓以外，适马你会注意到它甚至舍不得给它在侧面再挖一个孔，所以你只能挂这么一个挂绳来使用它，没有另外一个肩带的空间。接口方面也是一样，适马唯一舍得给的就是这么一个 USB-C 口，它是3.2的协议，所以传输速度还是非常之快的，不管是充电、网络摄像头，甚至连接监视器，那它都可以做到。除此之外，你没有什么办法来和这个相机做更多的外置交互，屏幕不能翻转，机顶没有热靴，按键波轮也少得可怜，甚至卡槽，对啊，卡槽去哪了啊？答案是适马连卡槽都替你省了，你不用再花钱去买内存卡，因为它只有一个选项，就是230GB 的内置存储的这个选项。这大概是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你能拍29000张 JPG 格式的照片存在这个机身里面。我不知道你对适马这个解决方案怎么看，我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内置存储确实是一个更值得去推进的一个方向，但是完全去除了外置的扩展，或者只给一个选项230G， 总会让人心里面有点咯噔。但凡它能多一个 1TB 的选择，我都能更多支持一点，但是当前真的只有2个选项，230GB 或者不买 BF。但是颜色确实有选择，它有黑色和银色2个版本，你会更喜欢哪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银色，和 Mac Mini 还有各种苹果的产品放在一起，确实感觉像是一个苹果的全家桶里面该有的这么一个设备，只不过是适马造的。那这时候你会思考，我到底该配什么镜头来和 BF 一起使用？如果用常规的 L 卡口镜头装上去，你会发现这台相机立刻就变得很丑陋。那怎么办呢？适马的解决方案就是他们直接全部定制了这一整套的 I 系列的定焦组，不仅有黑色的，现在还有这个银色的版本，画质还不错，体积挺小巧，焦段覆盖也还算齐全，并且有个很顺滑的这个阻尼调节，是我很喜欢的。那它还配备了一个挺特别的东西，这个磁吸镜头盖，你就像这样，就可以把它吸上去，然后就甚至可以像这样吸在 iPhone 的背后，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一个设计，也许不是最好用的，但真的还是挺优雅的。那至于镜头，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颗45毫米 f2.8， 有着非常近的对焦距离，能够满足生活中的大部分使用场景。这一套搭配腕带拿在手里面出门扫街，我觉得说得上是优雅。我知道你会担心的点是它没有任何手柄，握持感到底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打滑？答案就是适马 BF 拿在手里面确实会打滑，但是呢，它机身做了这么一个物理防滑的结构，大拇指的位置有这么一个很小的指托，会增加一些摩擦力，所以你相对用起来呢，不至于掉到地上，但是总会要努力去握一握。相机的边角确实会比较锋利，虽然做了一些圆滑的处理，但是总体来说，这是我用过最为硌手的一台相机。但是这仍然没有办法阻止我用它来拍摄，我甚至觉得这个硌手的感觉反而让我会更珍重每次拿起相机的瞬间。你当我在说瞎话，但是这真的是我用它的感受。BF 的波轮按键是我觉得他们设计比较亮眼的一个地方，它本身这3个按键和波轮都和 iPad 的魔术键盘的触感板有一点异曲同工，只有在通电之后它才会有明显的力反馈，关掉之后是没有什么感觉，像是一个固定的硬的东西一样。这样带来的优点就是它有很多独特的交互方式，比如开机之后，你手指轻轻放在回放按钮之上，就能查看你拍的最后一张照片，短按开机键可以进入待机模式，方便你更快的唤醒相机。但是难免你会有一个顾虑，就是它本身按键数量比较少，屏幕也不能完全触摸，使用起来会不会比常规相机要慢？那适马的解法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很独特的 UI 还有操控逻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不是全部。首先 BF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菜单，而是完全靠这种很直观的小菜单来实现对应的交互。这带来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去翻很深的菜单去找你所需要的功能，只在这一个界面用这个波轮来完成所有的操作就可以了，也没有传统相机所谓的 M 档、P 档这些复杂的曝光模式。所以我觉得 BF 对于新人来说应该没有任何学习成本，它就是像一台手机一样，说白了大多数时候你就是拿起来像这样不停地去拍摄，没有什么要调整的。那屏幕右侧还有一个小的窗口，这是他们比较独特的一个设计，来显示你正在调整的参数。这样的优点就是你可以用整块210万像素的大屏幕来预览整个拍摄的画面，而不会被任何的参数挡住你的取景。那我最常用的方式就把曝光3要素都放在自动，把它当做一台自动曝光的相机来使用。如果你想要更多控制的话，你可以短按快门，然后来调整它对应的曝光补偿，放开之后会回到默认的一些更多的调整参数之上。反正这个操作模式是我在别的相机里面没有见过的，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它还有一点就是它在你待机还有充电的时候能够显示实时的电量，那适马做的还是挺细节的，因为很多相机甚至都不支持电量100%的显示。但是用了几周之后，这个小窗口我觉得它最适合有的一个东西，而且似乎是应该有的一个东西，是一个触摸的功能，设计成类似于苹果 Touch Bar 的小触屏，能够让我更快速的调整参数，会要更科技及应用一点。既然这台相机长得这么特别，操作这么独特，你肯定会想，最终这些东西聚到一起，它拍照到底怎么样？它的画质如何？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它不是一台工作的相机，我想再强调一下，如果是工作相机的话，那它平平无奇，画质处在过关的水平。但如果是一个街拍，是一个心情键，是一个让你开心的东西的话，那它的画质就是佼佼者。首先，传感器，如果你对相机行业比较了解的话，你听到 IMX410这个名字，你应该觉得耳朵开始起茧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行业里面有这么多不同品牌的相机，其实用的都是这一块传感器，那 BF 也不例外。但是这讲真的，我觉得不是一个坏事，因为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所以在拍照方面，全画幅传感器2460万像素，加上这个优秀的素质，它本身拍出来的照片，我觉得没有问题。BF 呈现的画质就是清晰，而且色彩也很优秀。最高8张每秒电子快门连拍，搭配机内自带的13种创意滤镜，你可以在机内调整这些滤镜的参数，甚至拍摄结束之后还能在机内重新选择滤镜，自由度也非常之高。像这些都是他直出的照片。我们都知道富士、哈苏、徕卡的色彩，但是适马的色彩你见过吗？或者说你会喜欢吗？你会不会觉得 BF 所呈现的色彩非常干净，哪怕是风格化比较重的预设，也没有什么腻和脏的感觉？我客观来说，我觉得最震撼的一点就是适马对色彩的调教还是相当有一套的，远超我的预期。我们公司小伙伴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TNO 清橙色调，还有 FOVB 这个蓝色经典，还有这个 Rich。其中 Rich 我觉得是一个很万能的参数，日常记录我一般都开着它。相较于在后期非常麻烦去精细调整每张照片，那我用了它之后，的确就是更喜欢用滤镜来直出。适马应该也非常鼓励这一点。但是我觉得适马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他们没有个适配的手机 app， 让用户快速分享他们所拍的照片，或者分享一些对应的调色预设，你还是得需要连这根线来进行数据的传输。那照片格式也只有常见的 JPG， 还有方便后期调整的 DNG 格式，没有更为节省空间的 HEIF 或者别的一些特殊的形式。那如果能有这一套流程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更喜欢用它来拍照。目前传输数据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那除开色彩以外 ，BF 还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功能，我想提的就是画幅比例的选择。很多相机把这个功能藏得很深，但是 BF 把它放在了很前面的一个位置。你可以在前期快速实现一张照片的裁切，相同主体在不同画幅比例下给你的感觉，那就是非常不一样的。相比常规的3:2，这21:9是不是更有电影的质感？方形会更复古一点，所以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想要的这个比例，带给你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所以哪怕 BF 没有这种取景器，只能靠这块不能翻转的屏幕来进行构图，取景角度会受一些限制。但是我在日常使用中就是会不自觉的把它像这样或者这样拿着，来专注于用这块屏幕拍照，在不同场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滤镜，还有喜欢的画幅，然后一张一张一张慢慢拍，这个感觉真的还是挺棒的。但是你听到这个问题了吗？这个声音
BF 这个相机拆下镜头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没有一个快门结构的，这会导致电子快门这个选项能让你很容易拍出像这样比较鬼畜的画面。然后就是 BF 没有一点物理传感器的防抖，它就是一个固定的结构，所以我这双无情铁手手持45毫米的镜头1/30的快门速度，已经基本上是我的极限了。那虽然全画幅传感器在夜晚的表现，说真的它还是非常优秀的，很干净，这是别的卡片机或者这种也不是卡片机，就是这种形态的相机比较难获得的一个画质。如果你需要手持拍一个1/4秒或者1/3秒的照片的话，老老实实上个三脚架会更靠谱一点。除开拍照以外 ，BF 的整体视频性能你别说，它其实也还是挺能打的。虽然我个人认为这台相机的视频功能真的只能说是锦上添花，你买它更多就是为了拍照。BF 现在支持你记录10比特的6K 30帧、4K 30帧，还有1080p 的120帧，但是它不能拍摄这块传感器本来能做到的4K 60帧，可能和散热或者续航有关系，这是会有点遗憾的。但是既然适马对于 BF 的定义是个全新的物种，是个差异化的东西，我觉得它应该给它加上一个 Open Gate， 也就是传感器的片门全开模式，来获得一个原生的3:2画幅的6K 的画面，会比16比9更加与众不同。那另外就是 BF 现在居然有一条 log 曲线，是徕卡 SL3 上面这条 L log 曲线，用的是徕卡的方案。这个联盟马来松他们本身就是签了个协议的，所以确实不是乱叫的，他们现在居然可以复用。这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使用徕卡的 LUT 来进行还原，相较于直出你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动态范围的提升，尤其是对于高光的细节保留会更多，在后期你也有很多的调色空间。但是当前 BF 在拍摄 L log 时候的最低 ISO 是1250，曝光会比常见的 ISO 800要稍微麻烦一点，画面里面也很容易出现这种不是特别好看的噪点，需要尽可能去向右曝光，也就增加进光量，把画面拍亮一点，再拉回来，获得一个更加纯净的暗部。那另外在我们测试中发现了比较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我们发现 BF 当你把它 L log 模式之下 ISO 从6400升到8000的时候，你会看到画面立刻变得更纯净了。哪怕 ISO 来到12800，我觉得 BF 所呈现的画面也还是相当可观和可用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确，它拍夜景其实还是有点东西的。自动对焦对于 BF 来说，本来我没有抱太多期望，但是我发现适马居然给它做了一个大的飞跃。触屏跟踪它有，人物动物它也能识别，识别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也还是挺快的。只不过我说的对焦是拍照的时候，拍视频的时候它的对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逊色的，遇到这种复杂的环境还是会有丢焦或者拉风箱的可能性。但是 BF 本身它有这个 AMF， 就是手自一体的对焦模式，需要细微调整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手动模式来调一下，还是挺有用的。那续航 BF 它真的不是一台续航的相机，我可以这么说，就它本身这个电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一个3300毫安时的电池。我们本来以为它续航应该是不错的，但是经过我们测试，在室温20度的环境持续录制 6K 30帧的 L log 视频，在41分钟会触发过热标识，60分钟就会没电。机身因为是铝制的材质会变得比较烫手，就续航你说它用吧，确实能用，但是当前2到3块电池是你应该备的数量。总而言之，你能看到 BF 的风格，它就是和别的相机不一样，它不追求功能性，它就是在追求一种简洁的美感，就是 beautiful foolishness， 美美的纯相机。但是我真的还是挺为适马高兴的，或者为这个行业能有这种产品出来而感到高兴的。因为以前可能大家追求的只是单一的数据方向，有没有1亿像素、8K 分辨率。当这些传感器和画质本身已经够好以后，我还挺喜欢厂商出这种新景点的，它更多像是一个让你开心的东西，我应该这么形容。我会很喜欢带着它拍照，或者出去和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多多少少会问一句，哎，你这个相机好特别，那我可以开口和他聊一聊，做一个开场白。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相机有的另外一个功能吧，我不知道。相机它就是一个具有多面属性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工具，它可以是一个让你开心的玩具，它能是一个社交的用具，也能是一个让人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的话题。我不知道，这也许就是相机有意思的地方吧。所以你会想买这么一台适马 BF 吗？12999元。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给我们点赞、分享、点转发。如果你有朋友对这类新形态数码产品感兴趣的话，也不妨转发给他们看一看。那么我们下期再见。这东西砸头上，估计要流血。